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拜伦。上期我们讨论到维持动力的方法是利用分解与分段的基础逻辑。那如果我们的问题不在规划，而在目标设定本身呢？如果目标本身对我们来讲毫无吸引力可言，那虽然自己做得很努力，感觉就是不太对劲，对吧？我们会想要做一件事情，有两种力量，一个叫推力，一个叫拉力。推力就是 push 你离开现在的位置往目标前进的力量，而拉力就是那个目标吸引你的程度，让你主动向它靠近。这两种力量让你产生行动。对某些人来说，让目标更吸引自己，也就是说让它更具有拉力，相对于自己推动自己，也许更能够维持动力哦。就像以前认识一位学弟，他为了心目中的女神努力变得更帅、更有吸引力。这个心态一发展下去，从此走在不断进化的路上。即使在我认为他已经成为男神之后，也许我的审美观比较普通，他还是不断的自我努力，让自己一直变得更好。女神对学弟的吸引力足够强大，而学弟想追上女神的动力强到可以让优化自己的过程变成习惯，让他不再那么枯燥，可以继续坚持。虽然最后这两个人没有在一起哦，但学弟已经完全不是我认识的那一个废废宅宅的学弟了。我们说规划如何达到目标，这中间的过程要有技巧，而设定目标本身当然也可以动手脚。今天就来分享4个让大目标更有吸引力的目标设定技巧。首先，设定要接近的目标，而不是要避免的目标。什么意思呢？有些人设定目标是我不要做什么，比方说我不要抽烟，我不要熬夜，我不要吃甜的。而使用我要做什么的模式来设定目标的话，可以让我们更专注在对的行动上。比方说，我要过健康自律的生活，相对于我不要再抽烟了，你会专注在健康的生活是怎么样，自律的行为是什么，并且让自己去匹配理想目标的状态。如果我们一直想我不要抽烟，我不要吃甜食，那我们的注意力其实是被抽烟跟甜食给占据哦。仔细去想想这个道理，你想什么，什么就占据了你的脑袋。如果你想的是我要健康的生活，你想的就是健康的生活；如果你想的是我不要抽烟，那你想的其实是抽烟哦。我们迟早会因为抵挡不住占据脑袋的关键字而破功。再来第二个，用结果来设定目标，而不是用方法来设定目标。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要的结果通常是我们能够得到的好处，而我们要达到那个结果，中间是我们要付出努力的过程。如果以能够得到好处的结果来当做目标，相对于错把需要付出努力的方法当做目标，具备更强大的吸引力。追求我们想要的东西，并且为此付出行动，这个是令人兴奋的。成为财富自由的有钱人听起来不错，而为开源多找2份工作，控制支出，不要随便乱花钱，听起来就有点痛苦了。后面2个，他们是累积财富的方法，可以当成分化的任务目标。但错把方法当成目的，最终我们会迷失。我们只是坚持要这样做，但是会忘记这样做是为了什么缘故。重点是我们努力坚持的东西听起来是约束，而不是令人向往的目标。约束可以帮你接近目标，但它本身通常不具吸引力。一旦失去真正的目标带来的方向跟意义，我们就会失去动力。拿前面戒烟戒糖的例子来说，如果你只想着要戒烟，想着要戒糖，那听起来像是戒律。但是如果你想的是我要过得更健康，以保持我未来的生活品质，它感觉的意义和强度是不是就高很多呢？第三，用内在驱力来设定目标，不是用外在驱力。心里想要的行动跟约定必须的行动，前者一定带给我们更大的力量，不需要跟你讲，你就自己会去做，因为是我们想要去做的事情嘛。既然本身就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，我们比较有可能享受努力的过程，并且对中间的过程甘之如饴。就像你遇到一个非常想要跟对方一起走终身的对象，跟你因为某些原因被迫和对方共结连理的情境，前者带给我们的感觉会是正面的，我们会心甘情愿为他付出心力来维持这段关系，而后者给我们的感觉将会是负面的，我们可能连回家都不愿意。前者互相帮忙，后者小三老王。又比方说，你已经有向往的生活规划了，可是你的环境、你的周遭却要求你必须传宗接代、买车买房，你可能妥协了，你可能付出很多的成本，你可能努力满足了外界给你的目标和期待，但是这个过程中你崩溃的机会就会比较大哦。
因为你一直努力付出你的所有，但他们都不是你想要的。如果你有这样的状况，那请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状态，还有疏导压力的管道哦。最后，让最终的目标保持抽象。这不是说要让目标变得不知所云哦，而是不要让我们的目标细到像巨细靡遗的任务清单。那些任务清单是方法、是途径和分化的目标，但并不是你最终要完成的事情。就像第二点提到的，用结果来设定目标，而这个最终目标的作用是指引你方向，提醒你当时为什么要朝这个目标前进，为什么这个目标给你带来意义，让你想起来你的行动都要为了这个目标服务，而不是具体到抢走计划该负责的工作。比方说，我的目标是夺回生活的主导权，那么我的规划和行动都要为了夺回生活的主导权来服务。我的规划，我的途径，比方说年底前累积本金到多少钱，今年要取得什么技能、什么级的证书，要去培养什么样的现金流等等，这些都是计划跟手段，它们是工具，是方法，是你的任务，都是为了要夺回生活主导权这个目标而采取的行动。所以你的最终目标不需要太具体，它要带有一点意义感，它的作用是北极星，提醒我们方向在哪里，提醒我们努力的意义是什么，而要怎么样达到它，那个是计划的工作。好，以上4点，这一期就分享到这边，希望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。我是拜伦，我们下次见喽。